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各位听众好，如果您还在期待联总会下个月会大举降息，那5月份如果油价飙升到每桶$145，这些预期可能全都会落空。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撰写的报告。没错，其实这份报告真的就是给市场一记当头棒喝啊！因为4月联总会会议马上就要来了，那决策官员现在的处境就好像是在走钢索一样，一边是通膨升温，另一边则是经济下行的风险。对，真的是非常尴尬的两难。就是说，踩刹车怕直接撞车，不踩又怕通膨失控。特别是本周4即将公布的数据，那个核心与标题 PCE 恐怕双双都会突破3%，而且报告里预测联储会声明会把稍微偏高这种缓冲字眼直接删除，改成通膨依然维持高位。把稍微拿掉，这对市场到底释放了什么严峻的讯号啊？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级别的讯号哦。拿掉稍微，代表联准会的容错率已经趋近于0了。容错率是0。没错，从机制上来看，这意味着在没有看到压倒性的降温数据之前，他们预设的动作就是按兵不动。也就是说，他们宁可承受经济成长放缓的代价，也绝对不愿意去承担通膨反弹的风险。哇，那如果联准会现在已经因为通膨降固，摆出这种高度戒备的防御姿态，万一这时候再来一个外部冲击呢？因为我看到这份报告其实花了不少篇幅在探讨油价还有战争迷雾的变数。对，您说到重点了。报告里面特别探讨了高盛提出的4种油价情境，其中最极端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5月油价如果飙升到$145，并且长期维持高位的话，会怎么样？等等，$145，如果真的触及这个水位，这是不是就像给全球经济直接踩了急刹车？那我们期待的降息是不是会完全落空？不只是落空而已，市场的底层逻辑会被彻底颠覆，因为高油价会直接透过运输和制造成本传导到终端商品。也就是所谓的输入型通膨。没错，当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膨跟目前的降固通膨叠加在一起，整个通膨预测路径会大幅向上位移。到时候联总会讨论的将不再是何时降息，而是可能被迫要重新评估重启升息的必要性。天哪，重启升息！如果真的发生，那现在市场上那些预测软着陆的模型基本上就全毁了嘛？这对股债是会引发深层的定价恐慌吧？因为大家原本都假设高利率环境已经到顶了。绝对会的。所以说，在这种极端地缘风险之下，联准会内部的权力更迭，还有实际的降息路径就变得异常关键了。这份报告也特别分析了鲍尔潜在继任者华许的政策倾向。说到华许，市场之前有一种声音觉得他并非鹰派，甚至可能会大举宽松。但我读完这份报告，发现这个根本是个大误解耶。真的，其实他主张的是一种一手放水、一手抽水的严谨操作。一手放水，一手抽水。对，华许的机制是，即便他启动降息，也会同时维持缩减资产负债表。降息是为了调节短期资金流动性，而缩表则是为了维持长期的货币紧缩纪律。这绝对不是市场盲目期待的那种全面宽松。了解，难怪高盛也在报告里用那个几率加权模型，向大家拆解了4种未来的政策路径。首先是几率最高的35%基准路径，预计9月、12月各降0.25%，共计25个基点。再来是30%的衰退路径，还有10%的保险降息。但我比较在意的是那个高达25%的通膨失控情境。比起保险降息，这个25%的通膨失控，如果真的发生，在经济机制上会怎么演变啊？这真是高盛警告的危险区间哦。你想，如果油价飙涨，带动生活成本上升，劳工就会要求加薪。对，很合理。那企业为了支付更高的薪资，又会进一步调高产品售价，这就会形成所谓的薪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一旦通膨具备了这种自我强化的特质，降息的窗口就会迅速被关闭。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甚至可能逼迫要再次升息来打破这个回圈，这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总结这份报告的预测，本轮周期的终端利率最终可能会落在哪里？报告预测会落在3%到3.25%这个区间，
这也提醒您，本周四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以及油价是不是逼近了$145的临界点，绝对是接下来必须紧盯的2大指标。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还理所当然地认为降息是铁上钉钉的事，那这份报告其实是在提醒您检查投资组合的盲区。在这种极端情境下，确保资产流动性与防御力，绝对是唯一的保护战略。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警语：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